今天啊，小狼是给大家伙来一个《三国战记119》的双白黄忠花式通关，这里面是来自于我们的绿蓝大神赞助呢，也是在屏幕当中打上了啊，也是这个传说中的打分啊，这个分呢大家伙都理解啊，就是这个就跟那个斗鱼的那个飞是啊，多少飞是一个意思的啊。好，魏蜀吴三国争霸从此揭开呀！为什么没有这个呀呢？因为他选的是白黄忠啊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说一下啊，这里面双白黄呢，肯定是通过这个咱们调用内存的方式啊，理论上来讲就跟作弊一样啊，调制出来的。那么这里面呢，这个咱们的这个绿蓝呢，他打的这个视频啊，其实你们要知道啊，速通人物当中呢有一席之位的就是这个白黄忠单人速通啊，非常非常的狠。那如果说是这个比如说你像秒杀的话，那黄忠呢就稍微面了一点。目前为止，这个白黄忠好像是只能秒2啊，就是人脑的话，我不知道是孟优和那个夏侯，好像是人脑，好像是能秒2啊，还是只能秒1，我忘了。啊，这个很难，好像只能秒1。对，人脑目前我看到的是打秒1的啊，对，秒1。那这样的话呢就很难受啊，夏侯可能都秒不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咱们这个绿蓝呢打的这个是双白黄忠，因为都有这个气槽，不像那个魔张飞。可是呢，他的必杀很恼火啊。比如他的必杀呢是这个跳起来是吧？你就得练那个一顿先是那个李广射虎啊，是超必杀。普通必杀叫什么来着？百步穿杨是吧？百步穿杨。这样的话呢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你可能用必杀，然后什么升级爆气，这个路子是白想了。你只能说是两个人爆气，通过这个，比如说某种晕眩的方式啊，给他晕完了之后呢，这边不能破晕啊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啊，比如说咱们就是那只能是3追了啊，追地了，只能是追地了。不过呢，双黄忠华丽通关、花式通关这个词呢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们怎么理解啊？就是看大家伙怎么想了。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事儿，好的，这就是花式。你看啊，秒杀和配合秒杀也白扯，这两个人背靠背，然后呢把这个嫂子啊直接就给困住了。这嫂子拿一个东方棍，俗称就是中国兵器里的拐，是吧？就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。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，这个拐就是拿的这个，这个就拐啊。这里面是蹲着就一顿大刀，你一刀我一刀，刀逼刀的啊，这是左右互搏。这黄忠来了个影分身，当然这个是 TAS 表演的情况下，咱们还是TAS 1.2也很正常啊。好，看看。他这个在空中怎么2连发？谁能告诉我？我不太清楚。我也想，就是他是 TAS 才能发，还是说这个就是人脑也能发？我试了啊，不能发，你直接发不能发，他肯定有什么招解锁。他在空中发一个那个剑，然后还能再发一个剑，怎么发的啊？好，刀个刀，那是什么刀？人脑可以，我不会啊！我这一直我还给我这正常方式肯定是练不出来了，肯定是有什么啊落地的瞬间是吗？啊 ，so this guy， 这太狠了啊！好，我们看看再往前走啊，这个我正常黄忠啊，这个咱们就不指望他那个必杀了，他那个必杀其实没啥意思啊。然后咱走这个路线呢，因为其实可以吃那个金蝎王啊，但是要给谁吃呢？理论来讲应该给1P吃啊，因为可以防风是吧？啊，可以防毒。然后这个不进去了之后呢，就不捣乱，因为里面也没有 BOSS，2个隐身衣，然后一个火焰的弓箭啊，外加无名火，这些还有一些小宝啊，不要了就不要了。这个 BOSS 来，你蹲着来给我打一下，我试试来。啊，你这个 BOSS 你蹲一下打一下，我试试来。小东西啊！黄老前辈，其实选2个黄忠，这个选2个同样的人物啊，就想想也是挺怪的，是吧？很多人都觉得这2个主要它颜色一样啊，这很难受。有很多那个玩家呢，就是他做这个 TAS， 他为了区分开来，然后把这个，我操，这一下这么多血吗？啊，你看他一下2下3下，
他用那个火烧那些那个血量真的多啊！不对，前手，我第一关是用蹲着刀把嫂子砍死了，啊，把主母砍死了啊。第二个是这个跳起来用这个火焰弓箭的，他打到地下的一瞬间啊，可以炸出火花，可以炸出这个火星出来啊，这个就是很厉害的啊。好，小动物，我想知道这个到底，我小时候都管这个叫小龙，这个绿色这个就是变色龙吗？小的时候我管它叫小龙，绿色小龙血是最多的，还有猪是最多的啊，然后小兔子，还有那个这里面是没有熊猫，但是正常的动物里面还有熊猫，有熊，我这俩人，哎呦我这不他妈社会摇吗？这不是啊？啊，这是传说中的三国峡谷里面最会射的男人之一啊。相当能射了。如果说是改版啊，你们玩那个改版，我记得玩那个张飞，还有什么，到后来改版还有很多人。最开始是创意是张飞跳起来可以一顿撸，然后能呲好多，还有马超什么的啊。四脚蛇大补。好，就级上来讲，他俩不准备升级啊。这个游戏白黄中摊分肯定是白扯啊，摊分得是普通黄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摊分之王。这个版本就是119啊，这个就是正版，只不过咱们通过调内存的方式呢，是调成了，就说白了，金手指给它开了一下，然后变成两个一模一样的黄中而已啊，是这么个情况。好，这里面我们看啊，黄中的话呢，头像还是这个色的，只有119里面才有魔张飞和白黄忠，所以说呢，玩其他版本是没有这两个人的啊。这个黄忠呢，他最灵魂的招，我印象中就是传说中的看刀。白黄忠呢，虽然说血量少，但他的攻击力是非常强。他的前手呢，可以命中3个目标啊，但是3个以上就命中不了了。他可以命中3个目标是第一，第二个呢，还有就因为它有穿透效果嘛，对吧？啊，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跳起来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射箭功能，以及呢，虽然说呢必杀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，但是呢，他这个人物啊，你也知道啊，他这个人物呢可以吃很多很多的宝，因为他是这个魔法人物，我们俗称为李人物啊。但如果说你像那个普通的黄忠，他连张灵剑都吃不了，这普通那个黄忠，他无非比别人多点啥呢？就多个金蝎王。啊，其他盾书那个金匮要略，这都是可以吃，啊，像那个什么太清丹经，什么黄石公，什么张角金，这都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的，兄弟们啊，这个人太面了啊！好，我们看看2个黄忠的话，能不能同时触发看刀？这里面是法正，啊，真的是要这么玩，哎，正常如果玩的话，肯定是要等到红旗的啊，等到红旗，法正一亮红旗，我们直接下马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啊，就是咱们看那个最开始演那个纪灵的那个演员，后来演的黄忠，啊，那个黄忠演的啊，你看他演纪灵的时候觉得好像挺坏的，演黄忠，哎，确实非常忠厚老实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黄忠呢，他就跑下山把那个夏侯渊刀劈2半。后来呢，这个黄忠呢，这个是吧？后来那个夏侯霸投降这个蜀国了之后。是吧？这个说那个不是张飞杀的啊，张飞按理说应该是不能刀劈夏侯渊啊，这个大概是这个情况啊，因为毕竟有亲信在里边。好，看看马超不能拿张灵剑，但是张飞能拿张灵剑啊，这个事儿你怎么说呢啊？好，我们看看一会儿这里面啊，亮红旗了之后呢，这个他是要睡觉的，我不知道大家伙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要睡觉，但是。我们看看是要砍吗？不砍，他不砍的啊，他直接就是触发这种双人变态连击，2套招就可以秒死啊！哇，这他妈感觉比秒杀还快啊，兄弟们！这个比秒杀还快的，要不要蝎子过江？不要，不放啊！他们俩这个合体，这个一个4招1式打的血量是真多呀，因为都是暴气，可以互相接，所以说呢，这确实是有点疼，狠呐，太凶狠了，太凶狠了。小狼潘金莲谁饰演的？哪个潘金莲啊？你说的是杨思敏呐，还是早川赖里奈呀？还是那个央视那个那个大洋马啊？王思怡对吧？你说的是哪个版本？
对吧？你得说是哪个版本，你这个你是不是啊？不说哪个版本那能行吗？啊，甘婷婷，那是新版的，那是。早川赖里奈是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那个日本人啊，你听这个名字就是日本人。然后呢，他这个，他和另外一个日本女优演那个尼姑，然后他俩呢一起跟西门庆发生了一段纯真而美丽的网恋啊。然后第一部呢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了。第二部呢，西门庆老惨了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就那么一句话叫做淫人妻女是吗？色子头上一把刀，笑君夜夜半刀眠。而那个演那个春梅的那个人是国人啊，你们没发现吗？就是但凡是那个香港的这种3级片啊，他就算请那个日本 AV 女优，他也只能演配角，不能演主角。你们没发现吗？包括那个蜜桃成熟时那个3D 啊，第3部的那个所谓的3D 版啊，就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啊，也演过。一个是那个波多野结衣，另外一个是不是都演过《屌丝男士》里面那个啊？叫啥来着？我他妈哎，吉泽明步，对对对，啊，想不起来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看一顿钱撞，这里面杜康酒，他连大碗酒都不捡，捡杜康酒干嘛呢？真是啊。好。三国时期就有岛国了，你看现在那个做那个盖世英雄，就《三国战记2之盖世英雄》那个版本里面不就有卑弥呼，是日本的啊。那个他俩确实也是一个时代的，但是绝对不是早期三国时代的，是在曹魏的那个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啊，有这个东瀛使者啊，那个时候还不叫东瀛啊，那就是他们当时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大和民族的这种尊称，所谓的啊，是吧？因为为啥封他？为什么咱们管他叫倭寇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他是倭国，大家伙儿是知道什么叫倭国吧？啊，就说你这个使者还有这帮人，你个子太矮了。有那么一句话叫个子比人矮，愿意给人当二奶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个子太矮了，这个个子一矮之后吧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，就是，对吧？这个就所以说就显得他矮，然后封他为这个曹魏时期的这个附属国，叫什么国呢？叫倭国，还刺了一个印啊，还刺了个印。这个印呢，还在那个日本那个还找着了啊，找着这个印了啊，就是很厉害。好，看看啊，没有啊，对对对，没有金蝎王啊，对，他可能对对，没有金蝎王吃那个没有用的，他不像张飞，张飞是直接过了5级吃就可以吃那个大碗酒了啊，想起来了。不过呢，看来这个杜康酒还是有用啊，因为他可能感觉他们打气儿打得太慢了。忘了这事儿了，正常是要吃金蝎王才可以，这一点明显看得出来，黄忠就不够爷们儿，还得是张飞才是纯爷们儿啊，纯的啊，对吧？张飞过了5级就可以随便干，对不对？早川赖里奈吧，长了一双泪眼，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泪眼是什么意思啊？泪眼的意思就是这个眼睛，就是他无时无刻不在哭，他就是笑的时候你感觉他也在哭，这个就叫所谓的泪眼。而这个笑眼是什么呢？我跟大家伙简单的解释一下啊。现实生活当中笑眼有很多，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就我住我爷爷家，然后我爷爷有一个邻居啊，就是他还真的是少年伙伴啊，一直生活在一块儿，也是我也得叫爷爷。他有一个外孙女啊，他有个外孙女就是长着笑眼。一般长着笑眼的人呢啊，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一笑起来眼睛眯眯着，但是事实上眼睛还不小那种。比如说啊，演员里面大家伙知道有一个演员叫严学晶，是2人转演员啊，也演那个刘老根里面那个山杏，后来也经常上春晚那个严学晶，知道吧？这个严学晶就是笑眼，就是眯眯，就笑的时候就是那种啊，所以说就是非常有意思啊。外孙女跟我发生什么事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发生什么事，就是一被窝睡过啊。没有，那都小时候，那我都个6岁不是5岁，然后那个我爷爷在他家打麻将嘛，你也知道晚上打麻将一打就得打到9点10点才能回家呀。
那我放假的时候，对吧？我放那个暑假，我放暑假呢，我就在我爷爷那儿待着。那爸妈还要上班啊，所以说我爷爷看着我。我爷爷打麻将，我就跟着去呗。我跟着去了之后呢，他打麻将我就困了，我就趴被窝里睡了。然后那时候都睡炕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大伙都知道的炕的，说白了都是一起睡，没有也不分什么男女什么的啊。这个，然后呢，他们打麻将，然后他那个外孙女呢，后来也爬上床来睡，但是不跟我一被窝子啊，就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啊。所以说就是睡在一个炕上。后来呢，他把被窝一掀，就跟我说：“你过来呀，你来呀。”啊，完我没去，就是啊，反正去没去我也不承认，反正你们想去吧啊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不过我才6岁呀。兄弟们，我才6岁啊！这个剧情发展不对呀。如果我16岁的话，哪怕我14岁啊，我都可以搞点事儿啊。但对吧？连10岁都不到就别扯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大家伙控制控制。好，这俩人一顿反杀，前手也可以挡，太狠了啊！尼古拉斯刘能也是笑眼。女人笑眼好看，男人笑眼吧显得有点什么呢？有点坏。男的笑眼就特别坏，就感觉这个人奸。比如说大家伙看过那个动漫，里面有个动漫叫《死神》，这个《死神》里面呢，对吧？最开始有一个人看起来是坏人，后来他洗白了，就是蓝染手底下那个可以把那个刀变长那个小子叫啥？我他妈忘了，他就是笑眼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笑。啊，那个人叫啥？那个人叫啥来着？对，释完银，对，释完银，对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人呢，就是大家伙知道吗？演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，哎，那个人，那是香港那个电影啊，一个是曾江啊，也像，也是有点，但是他不是纯笑眼啊，那笑眼还差点啊。好，我们看看到这关了啊。其实双红中的话看起来是没有硬性秒杀的，但某种意义上呢，他打的比秒杀还要好看，还要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很快。秒杀的话呢还要考虑追地，还要考虑啥，但是他很快。这当然这里不算这个必杀的升级暴气啊，这不算啊。看刀，好。曾江就是演那个黄药师那个啊，演那个黄老邪那个，然后经常演坏人。纵横四海里面演那个什么啊？还有那个赌神，你们看过吧？赌神里面有一个赌神3之少年赌神啊，黎明、陈小春什么袁咏仪啊，这帮人演的啊，这其中演那个最坏那个靳能啊，靳先生啊，那个人他就是什么呢？他就是笑眼，那个人也是长得有点胖。不像好人啊，当然这里面咱们虽然说人不可貌相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有的时候吧，就看起来就有的人看起来就，为什么说有的人看起来坏，他坏的几率比较多呢？在这里我跟大伙说一个心理作用啊，就是你看起来坏，然后呢，所有人都认为你坏，然后呢就对你没有什么好印象，然后你一生气一急眼，那我就坏给你看，好吧？当然呢，这个确实啊，不是说长得坏就一定会坏啊，就是有这个意思。就包括什么呢？就是小时候起名也是，对吧？很多人说起名那都玄学，这个命不好改个名字什么的，这个肯定是假的。但是为什么起名是真的呢？你比如说你一个，对吧？一个男的，比如说一个男的，你叫王美丽，或者叫那个刘小花啊，或者叫那个什么，或者叫李雪。你就这种名字一拿出来，人就背后就笑话你，时间一长你心里会扭曲的，对吧？就包括女的叫什么李建刚啊，叫王建国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这种也是，就感觉就时间一长都没有女人味了啊！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啊？林雪不行啊，林雪这个姓林，有时候姓它不一样啊，有的姓它不一样啊。这林雪那个，而且他后来都不管他叫林雪，叫啥？叫肥雪啊，叫肥雪是吧？啊，这个，而且这里面咱们也说一句话，就是他毕竟是什么呢？不是全部啊，有的人心里他强大，对吧？他强大，你给他起啥名都行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河池，对吧？河池名字叫朱威全，但是人家心里很健康，是不是很健康吧？对不对？那就是很正常啊。但是你说你非得起名，比如说你起名叫什么？比如说你姓秦，
叫禽兽生，是吧？姓毕，叫毕云涛。你时间长你不改名，他能行吗？他能行吗？他不改名，他对吧？肚子疼什么的，你这个你不改名，他妈的长大就炸了，直接就啊，那肯定得炸呀。因为从小的人家说我起名，我没招啊，我对吧？我没招，我起名我姓潘，我就叫潘金莲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像那个大家伙看不看那个我不是潘金莲那个电影不就是吗？就背后就是叫的外号啊，我不是潘金莲是吧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傅艳杰，对，傅艳杰这个人是真有，就是我爸有一个同学姓傅，叫傅艳杰。那他出生的时候，人都是60年出生的，现在都应该你叫老奶奶也行，叫老大娘也行，对吧？那人家当时的时候也没有傅艳杰这个品牌呀，对不对？就好比就是我爸有个战友叫赵本山，对吧？那他出生的时候，赵本山那不知道干啥呢？我爸那个战友还是老兵，那55年出生的啊，对吧？你这东西你咋说呢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爆气了之后啊，打这个人的时候呢，你看有那种就是不后仰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呢，如果毒完了之后更狠啊，一个毒这个传说中的这个黄忠他的毒特别狠啊。好，这里面有一个雷神锤，有个补，是吧？有雷神锤有补，两个人同时放太平要术。你像有的父母给孩子起名起得非常高级，还挺好点。我那次我在那个糖尿病医院啊，给我爸排队，我爸不是糖尿病嘛啊，然后呢我去排队，我就看上面那个叫号那个排队上面写着什么叫什么啊，一个女的啊，姓季，叫季凡希，凡就是那个梵文的梵，希就是希望的希，然后好像还是岁数大的啊，挺大的，大概应该是估计也是得有个40-50岁了。你说这咋整？你说人家起名都有些高山远瞩啊，像纪梵希一听就高贵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啊，你就是特别屌啊，这个啊。好，看看。那你说那个，我记得我那个大学有个同学，他是海南的，那海南他有个老师，他本土是海南的嘛，他海南有个老师叫什么呢？那个老师姓什么？姓语文，叫语文数学。我操，你服了啊！然后是个教英语的老师。好，看看那个语文是就是那个宇宙的宇，文化的文，数呢是这个就是那个木字旁，就是大树的树，然后学是学习的学，语文数学，然后呢是个英语老师。你说你是要管他叫语文老师呢，还是叫数学老师，还是叫英语老师呢？你就不知道啊。应该按理说应该叫语文老师，但是呢，如果说接下什么课是语文老师的课，那到底语文老师是教语文的，还是教数学的，还是教英语的呢？啊，太嘚儿了啊！然后如果这个语文数学老师就是语文老师是班主任，更嘚儿了啊！下一课什么课？语文老师的课，无敌了啊！这名字以后干教育行，什么都能教，哎，是个初中老师啊，不是高中老师。好，我们看看，给这里面呢，先把兵拖出来。这个兵不打白不打，小的时候都不愿意打，直接就进屋了。你进屋了，这些兵就没了。不，但是呢，你如果要是先把兵拖出来再进屋也可以啊，无所谓的啊。选择闯火牛阵啊，选择火牛阵，一般人没有人愿意玩火牛阵的啊。他全闯火牛，我看一下啊。这个牛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牛肉一定很好吃。我一看这个牛，我就想起来当年看那个《三毛从军记》里面啊，那个《三毛从军记》里面那个三毛就是用了一个计谋啊，把这个牛身上绑上炸药，然后呢，这个冲到那个日本阵地，然后咣咣咣一顿炸，炸完之后呢，过一会儿回去一看，发现那帮人正在吃牛肉呢啊，吃牛排，然后咔咔就给人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啥的，我看真的是非常凶。当然呢，因为吃牛肉啊喝多了，以至于全被抓了啊，也是很牛逼的啊，确实狠。看刀，好了，我们刚才芳华哥还有杂牌侠一人一手办卡，非常的屌啊！梆梆梆梆梆梆，来玩完左思就走。这个蔡老师你就控制吧啊！像你这样的粉丝多多少少，我只能送你一句话，就是有点不要脸，对吧？这个白嫖吧可以理解，毕竟过来给我添点人气
啊，帮我转发一下，帮我打点弹幕，我还是比较理解的。但是你这样就不好了啊！吃完饭骂厨子，是不是？念完经打和尚，对吧？听完左慈就要跑，我肯定是受不了的。像我这样嫉恶如仇的人，对不对？能不能教我混元功法？我说可以。啊，混元功法绝对没有问题的啊！杂牌哥也是非常狠。我天天送荧光棒，荧光棒也行。我实话说，你们不要小瞧这个事儿啊！你像有很多直播间，尽管他的礼物比较少啊，他收的礼物比较少，也没有什么赞助，但是他就是人气多，因为他做的节目或者他的直播非常真诚。你像我狼就是非常真诚，对吧？我播的时候我一定要全心全意的，比赛说好，对吧？把这个视频解说说好。虽然说我有时候挺皮，很多人来听，真要听游戏讲解的时候呢，看我在吹牛逼啊，要听我吹牛逼的时候，我又在讲这个比赛，很多人就感觉小狼这个那啥啊。但是呢，习惯小狼的人都知道，我狼绝对是非常真诚的人。好的，一个你看，这就是我说的，看不看见？一个读完了之后呢，这个黄忠可能就有这种属性啊。读完了之后呢，爆气1、2、3的时候呢，不解读啊，他不解读，这个非常屌了啊。好，白嫖的很真诚。全网唯一闭眼睛，我眼睛小怎么了？眼睛小非常聚光，而且我跟大伙儿说一下，我眼睛虽然说小，但是我懒那个，但是我大家伙儿都是看鼻子嘛啊，都是不小心摁空格了啊。这个我看一个电视剧啊，非常的那个非常有意思啊，说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嫁男人一定要嫁什么呢？嫁那个鼻子大的啊，说鼻子大的那个好，为什么啊？不知道啊。好，招安撞，你看这前拳撞，这用招安撞直接秒了，这比秒杀要快。看来是要跳左慈，我感觉可以不跳左慈是吧啊？但是他这个玩法一定是要跳左慈的节奏了啊。当当，那个什么80后90后老了谁还看？看不看不要紧，你像我狼，重要的现在很多人啊，有的时候也不是非得来看游戏了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游戏只不过是一个画面，没有画面干听唠也白扯。但是呢，我狼还是多少有点东西。好，他这个应该不是为了这个，不是速通无所谓，看这点时间能不能打死啊？这点时间能不能打死啊？不打了，小的们看招！不打了，真抠！你管这个叫花式通关吗，兄弟？你管这个叫花式通关？为了啊，我明白了，他不好意思杀我，因为他觉得这个绿蓝说说我狼一整给我做解说非常辛苦，我狼就是左慈本身不打了，这是唯一一个官方认证的啊，说可以不杀的 BOSS 啊，这个意思啊。你看，你们都走了，都走了啊！不要脸啊！跳左慈差评，还可以这样。一看这个1009这个小伙伴啊，我一看你就知道啊，就是没怎么看过这个速通的玩法啊。貂蝉是女性啊，貂蝉不杀，梦幽可以不杀，貂蝉可以不杀，孟获可以不杀，这些都是可以不杀的人。还有那个谁可以不杀，还有那个魏延可以不杀，不能杀的很多啊。不，整错了啊！我想连接一些弹幕，结果这个把这个画面整打了 ，sorry 啊。曹操可以不杀吗？三国志2里面曹操可以不杀，三国战记曹操，这个就必须得杀了啊，没办法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盾书，这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放盾书也挺有意思啊，就是盾书呢打中一个目标毕竟是5000分。你看就可以升级，这5000分其实很重要的啊。小狼左慈怎么练的？没怎么练的，跟练没关系，因为就是我做的啊。好，
这个目前呢，底下这个黄忠是无敌的啊，因为放了盾书之后，给这个黄忠卡成无敌状态了，你懂的。三国战绩那么多代都没有周瑜，其实理论上来讲啊，这个你想想，三国战记里面它就应该没有周瑜啊。三国战记里面，你看啊，这个首先呢，他上来就是截江救阿斗，对吧？这个剧情里面就不应该有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在之后，周瑜已经嗝了啊，周瑜已经死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是非常爽，读完之后一顿砍。三国志还行，三国志之赤壁之战一上来，先是这个火烧博望啊，然后这个火烧新野，对吧？这个水淹白河什么的。曹操正在用投石车打荆州，需要直播间老铁刷火箭，一个火箭一个石头，曹丞相亲自扔，是狠。好，老黄打老黄，都是姓黄的啊。三国时期比较出名的，像黄忠、黄盖，还有一个人叫黄权，黄权是权力那个权啊，叫黄权。啊。许褚说：“郎老师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给我发了2张截图，我一看啊，黄月英其实就算了，黄承彦嘛。三国归一统，五虎上将威名传，合肥逍遥津。这里的剧情是什么呢？我感觉这里的剧情是这样的啊。就是三国战记的剧情呢，从哪开始就是虚构了呢？从这个血战夺荆州啊，从血战夺荆州的时候呢，应该就是杜撰的了，因为没有这个剧情。在火烧连营的时候呢，咱们就已经这个嗝屁了，知道吧？而火烧连营呢，按理说应该是掩护主公逃跑，也就是刘备逃跑，破了八阵图，把陆逊给干掉了，其实是打跑了。但是呢，咱们游戏啊，就对吧？因为为了要有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嘛。因为呢，你比如说最后三国归一统的时候，对吧？在最后一个场景，你会发现陆逊跟吕蒙2个人冲锋往前冲，这个就不一样。他这个就不一样了啊！他这一手就是这个架空的世界了。这是一个 IF 线，就是如果线啊，对吧？如果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正常的八阵图应该是这个诸葛亮摆的啊，他让自己的老丈人，也就是老黄摆的这个八阵图，然后陆逊脑瓜嗡嗡的啊。你们没发现吗？但凡就是有很多牛逼的人啊，要不然就是特别牛逼，人也非常狂，那很狂，但是就是牛逼，人狂归狂，但是就是牛逼，这没招，这是硬实力啊。还有一种什么呢？很牛逼，很牛逼，啊。他最牛逼的是什么呢？他谦虚，就好比像这个，你看三国杀里面，啊，陆逊里面有个技，对吧？就谦逊，啊，包括你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呢？就认，你对吧？承认别人优秀，你像司马懿什么的，对吧？就是心态好，对吧？心态什么时候都要好，你没发现吗？就是心态好的人，运气永远都不会那么差，对吧？好运永远都会来，是不是啊？苍蝇拍兵和粪叉兵谁更狠？这苍蝇拍是什么鬼？粪叉又是什么鬼？邢道荣说出5名，吓汝一跳。邢道荣是三国演义里面虚构的啊，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这个人的。但是呢，邢道荣啊，也得说一个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咱们玩那个《三国群英传2》。如果你开局如果你搜索到一个邢道荣的话，这个人物是邢道荣是神将啊。如果你开局有一个邢道荣，哎，还你真别说，还真挺厉害，这个人真挺厉害的，武力值不低，而且呢，好像是在6级的时候，还不是几级的时候，有一个伏兵连阵啊，不，伏兵半阵啊，你想想啊，这就不一样了啊，有伏兵的，而且武力值又不弱。好，看
看刀，太狠了！这个暴气黄忠的这个哒哒哒，这个1、2、3，这个是真的过瘾。好，看看回身一个毒镖。这里面其实魏延，我感觉有点像那个95神雕侠侣里面那个金轮法王，就是有个金轮，有个大金轮，但手里刀咱就不说了啊。飞盘，小的时候你们都怎么叫这个东西啊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，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大家伙留言啊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它的这个，比如说这个飞轮，我小时候叫飞轮。啊，也有管它叫飞盘的，然后那个金珠呢，也有的小时候管它叫舍利子，也不知道为啥叫舍利子。然后呢，小箭筒呢就是小箭筒，就叫箭筒。张角金叫擦澡巾，张灵剑不叫张灵剑，叫张辽剑啊！真的当时以为是张辽的剑啊，张辽剑，叫滑滑丹，那怎么不叫鱼皮豆呢啊？叫鱼皮豆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要打尾连了吗？啊，这是要打尾连啊，这是尾连。擦澡巾、搓澡巾，黄石公不叫，小时候不叫黄石公，叫雪人儿。雪人就是那个冰淇淋那个雪人。好的，李广射斧，小脑斧啊。李广射斧完了之后还能再射一个箭，有点赖的啊。毒瓶。毒瓶就叫毒，这个隐身衣有叫隐身衣的，也有叫鱼鳞衣的，也有叫履历衣的啊，还有人叫什么叫余孽，太狠。好，看看2个黄忠怎么说，这也是尾连啊，这也是尾连。你看，其实 BOSS 是反抗了，只不过反抗没有什么用。你看，追地挑起来，这曹操死的太惨了。我看刀，追地没有了，还想长血，直接看死，非常牛逼啊！最后也是感谢这个片头的3位老板赞助绿蓝的这么一首双黄忠的华丽通关。当然呢啊，这个想秒杀实在有点难，这个人物是不适合秒杀，兄弟们啊！当然，片尾最后呢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如果大家伙喜欢小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